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27号星期二，看太阳很大了，都7点了，马上看看怎么样？比赛跑完了，天气也好起来了，但是没有晨光了，太阳这已经算是日出完毕了。今天还是恢复跑，昨天也是恢复跑，从我家到大阪城一圈再回家7公里。今天跟大家简单聊聊比赛吧。我本来是想的录一个在屋里录一个详细的复盘，这我还没想好录不录，看今天聊到什么程度。身体状态是没有那次跑完半马反应那么大，就是肌肉会有延迟性酸痛，而且主要的延迟性酸痛是大腿的前侧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这样，还有臀部的肌肉有一点点，小腿和脚还有上半身是完全没有事儿的。那天小伙伴们跑的都不错，但是呢也都被天气影响的可能不小也。那天老哥跑了，就是大黑人先生跑了2小时52分02，好像是，非常棒。然后本田先生后边有点掉速，2小时46分多。然后 Maki 桑在他后边一点，具体的成绩我不知道。平田先生跑了2小时50多，大家看他最后家属拍那还能挥手，就是皮拉塔桑，就是平田先生，他全程应该跑得比较稳，最后还是掉速了。世川先生出了点问题，在半程那儿，家属拍那个拐弯那视角远处，家属说世川先生跑得很轻松呢，那时候他应该已经出问题了，就是他慢起来了，所以看着轻松。过了那没多久是22公里左右，我看前面有人走路，远远一看背影特像他，但是我没有拍，我跟他打了个招呼，问了他有没有事儿。他当时应该是想跑起来跟我一起跑，但是还是不行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最后的成绩他完赛了，他没有中途退出，但是最后成绩很不好，好像是3小时多了。然后前井医生遗憾没有实现310的目标，他好像是3小时16。我在第一个折返的地方看到他，给他加油了。然后樱井先生破3了，净成绩破3了，枪声成绩差一点点好像。还有谁呢？后藤先生我还不知道，我能查到，但是我记不住了。还有好多小伙伴昨天都参赛啊，那个野口先生就是波士顿先生 PB 了2秒钟，了不起。昨天早上起来大阪城跑步碰到谁了呢？碰到了 Maki 桑，碰到了野口先生。因为我去的也比较早，其实还有好几个小伙伴都在跑步，然后碰到了那天没有参赛，但是在差不多是38、9公里加油的梅先生，对他表示了感谢。38公里的时候，田中先生在马路对面，就他也没参赛，穿一件皮肤衣，拿了一个长焦，跟那儿拍照片。我应该还是会录一期详细的复盘，这些数据什么的都还有照片放到那时候再聊吧，好吗？今天咱们就闲聊一聊赛场上有意思的一些事儿。第一波是我喊会场呢，后来我给会长发了个私信在 B 站，这是第一次我联系人家，他回了，他说他听见了。
我也觉得肯定是能听见，因为毕竟讲中文辨识度还是高的，只是肯定不可能人家回我，因为第一集团真的特别快。你想那个时候我跑到了14公里，他们折返回来应该是可能是17公里或者18公里。你看第一个折返，我还喊了一次董老师，那是我明确的看到他了，但是也挺靠后的了。车在赛场上有跑团的小伙伴，在折返处还碰到我，在第一个折返看到了好多人都一一的加油了。本田先生起跑特靠前，他们起跑都比我靠前好多，因为我要去卫生间，所以就只能站在 A 区的后边。当然这也是一个大问题，因为差不多到3公里的时候都是大家看到的刚开始那个画面那样，就只能往复穿插，导致呢我前3公里一看表慢了将近2分钟。大家可以去看 Strava 在视频的描述区都有，都是公开的，就导致特着急。然后在玉堂金就是10公里左右的时候，那2-3公里我的配速一度是3分33，可能有些透支吧。但是呢，实话实说，如果没有这个问题，那天也破不了。如果是没有跑不开的问题，只有天气是那个天气的话，我最后的成绩应该是24042左右，差40秒。但是真追不回来，真的追不回来。你们看董国建的2秒，这怎么说呢？他肯定是早就知道，他基本上拐个弯就知道一个直道的冲刺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不能怎么样，对吧？昨天夜里大阪下雪了，但是这个天气雪积不住，现在还在偶尔往下掉。比赛就是残酷的。中野先生在31公里，就是一拐弯就是大坡之前呢，有私补的那个台，但是我没拿，实在是当时已经很拼了，而且补给我这次很严格，按照我之前的计划。哎，你们能看见雪花吗？我能看见1-2个在往下飘，已经很拼了那时候。而且这次我的补给策略就是只进5公里的饮料站，而且做得很不错。就这种你一开始其实是可以做到的，因为一开始你不艰难不恍惚，但是在越往后你可能越做不到。你看到时间就想进，因为有时候不是因为渴，是因为想告诉自己又是一个阶段。我只有32.5的普通水站进了，就是大坡完了结束那个，那实在是顶不住了那个坡。另外呢，哔哩哔哩平台的视频昨天晚上其实替换了一版，就声音会好一些。上一版声音降噪有点过，但是其他平台的替换不了视频，就只能抱歉了，就降噪的有点多。但是如果您没有听过浅的那个版本的话，应该也感觉不出来。这儿开始拆除了，昨天还没拆除，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，咱们去看看。他这儿也是没办法，因为大阪城他们这儿是这样，他们这儿是不能为了这种事儿无限度的去封锁的，去封路什么的，这好像是不合规，因为你不能让人家不来大阪城。这就像去年我不参赛，但是我特别不希望大阪城不能跑步，对吧？将心比心。你看这儿，咱们去看看，这就是那天存包领包的那儿。那天就在远处的餐厅吃的饭。你看他们这个封锁，其实
这个是啊，这个是，对，这就是这几天的。你看，它其实就封的区域特别小，因为它要保证其他的设施是正常运转的。比方说那个大阪城后路，它也有活动。那天我们去起点路上，大阪城里边的剑道馆，还有小朋友的剑道的课和比赛，还有活动，那些都不让人家停。大阪城呢，也都是那种就土路居多，这其实是个野球场，就是棒球场。它下雨就真的没办法，地上铺那个塑料板也没办法。这个只能说再想办法吧。比方说，他可以考虑我明年把一些室内的场地租下来，因为大阪马拉松这个季节还是挺冷的，其他的也没什么好办法了。你看这地还得再重新夯一遍，特别踩花了。但是我肯定能明确，那天那个 Finisher Food 那个牌子确实英文它应该是弄错了，而且有好多让人啼笑皆非的弄错的地方。比方说那个挑战跑，好像是6-7公里的那个，在中之岛结束，它有一个分流的牌子，写的是 Course Split， 就是 Course 就是那 COURSE。怎么说呢？应该说是赛道分割吧，或者赛道分流。他翻译写的中文那个牌子是课程分流，当然人也没翻译错，但是不太对。所以就是我还是那个我的不成熟的观点，就是任何人和任何组织做一个事儿，其实他初衷并不是真的说我就不想好好干，或者我要把它干坏。就像我昨天第一版的视频那个声音的问题，那其实我没意识到，我已经很仔细很努力了，大家都一样。这比赛前天是第12次举办，慢慢来吧。就有的时候是这样，就像我觉得对比赛或者对一个什么活动，其实就像我们交朋友一样，我们不是说这个人越有钱或者这人越光鲜，我就愿意和他成为朋友。当然了，硬件条件对比赛来说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从工作人员到参赛者等等内在的东西，我们也是要肯定。我对哪儿都是这样，我看谁都是先看好的地方。如果把这赛道变成北马起跑那么宽，就舒服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好些事儿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天随人愿的。看，这就是那天冲进来的那个口，就从那儿拐过来的这座桥。我昨天看我的视频才发现，昨天拐这个弯的时候，离这个那墩子好近啊！我前面人也是，估计他也没发现。那天真的觉得艰难，其实到大坡的时候还没有觉得那么艰难，我还能冲得动。真的觉得艰难是快到35公里的时候，就快拐弯一直向北之前那儿。上大坡的时候，我后边20来米有一位女性运动员，她是有号码的那种，就是有那种专业补给的那种特邀选手吧，或者是前多少名的选手，她就一直咬着我，跟着我，因为我俩步频差不多，跟到了我大概我刚才说的35公里左右。但是最后几公里她超过了我，那段她特别艰难，就是那个呼吸的声音，每一步都是就都有声音了，声音特别大，就不行了的那种。但是专业的和业余的就是这点不一样了，人家能顶住。我看远处那个云在它洞里。之后那位女运动员一度被我们那个小方阵，后来我跟了2个人，拉开了不少，但是最后人又追了上来，并且在我们之前完赛的应该是昨天实时结束的那个名次写的我是第400名，但是这2天肯定会有变化。
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？就是家属拍摄，全马就比半马自如一点，但是还是挺赶的。然后胡老师那一段特别感谢胡老师，2次的日本的比赛，去年的东京半马，还有前天的大阪全马，都是风雨交加，胡老师都拍到了我。而且他早晨去跑了个10公里，那段我的配速已经开始有点掉，我大概是从35公里到37公里，这2公里身体发生了变化。一开始还能顶住，但是又发现我好像还是使了那么大劲，而且我觉得我挺快的。每公里结束一看表，已经掉到3分50以外了，心就特慌。37公里的时候有一个小上坡，微微的，我还想顶一下，就往上顶，因为每到有上坡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超过我们，可能就是那种厚积薄发的。然后顶到那个上坡，刚要下坡的时候不行了，觉得腿一下软了，然后就要抽筋儿，当时给我吓坏了。因为如果在那儿抽筋儿，可能 PB 都没戏。之后我大概慢了300米，缓过来了，又开始加速，但是最多也就是3分50了。下一个艰难的地儿就是碰到胡老师之前，跨过那条河，那个小桥特别窄，就特短，导致呢它又是个拱桥，它就特别陡，那就有点害怕，就慢慢上慢慢下。而且在那之前呢，就是梅先生在给我加油，看到了他。有2个地方给我比较大的动力，就是打气呀。就边上有人放音乐，就是这音乐这事儿是这样，有的音乐确实能让你有那种就澎湃感。我记得就是放的那个，我其实都不知道那歌叫什么，就是很老的一个日本歌，就是貌似他们说的那种类似咱们说的国民神曲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歌的节奏跟我特搭，那个时候有点被影响到，又冲了几步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他那时候跑到41公里的时候，真的有想过，那其实是我人生第一次想，我说我再也不想跑了，太累了。因为以前那些马拉松，说实话没有这么极限的感觉，那天真的好极限的。但是看到终点的时候又不这么想了，人就这样，没办法。不过最后我还是冲了一下，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讲中文的朋友能在赛道边认出我，还给我加油，有好几位，而且其中有一位还给我发了邮件的视频，只是就那一位我没有听到，其他的有几位是你们看我剪到视频里的，有一位在玉堂津大街那儿拍到我，就是那天在大阪城遇到的一位，不是来参赛就是来玩的，说住在梅田，从梅田跑来那位先生。还有几位没有发我视频，但是有2位都是这几天见到的，还有几位是没见到的。对，还有大河原先生的夫人，大河原先生的夫人也会讲中文。在家属拍我大坡，他停下以后，我接着往前，快到古町九丁目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位女士喊立桑立桑，我一直以为是我们的队友，后来紧接着他说加油加油，但是我一听应该不是母语是中文的人说的加油，我回了人家，我说谢谢你加油。快到42公里的时候的那个下沉桥边上有一位讲中文的女士，应该在这儿生活的华人，在喊我给我加油。终点那儿有一位观众还跟我说会长达标了，我还回了人家。那时候离终点还有不到100米，之后我一看表有机会打开242，我就再冲，最后好像官方记得是24158，差一点点。
还行吧。我现在往家跑了，今天跟大家闲聊，聊流水账。我回头我再想想我是怎么拍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心得，还有做对的和做错的事情，好吗？哎，2月27号星期二清晨7点27了，晨跑结束，还是一个7公里轻松跑，跟昨天一模一样。平均配速5分40多，只有心率126，走走停停吧。今天没有昨天累了，昨天是各种小关节跟肌肉都在疲劳中，但是其实你小关节跟肌肉吧，一般不会有延迟性酸痛，而更多的是就直接的疼痛，就不是那种钝疼。昨天跑的时候都有点不太稳，因为核心也很疲劳。今天跑的时候就没这些小关节基本都没问题了，就是大的肌肉群会有延迟性的肌肉酸痛，比昨天明显。我的经验是差不多要到周4、周5晨跑应该就会好起来，然后就调整一下训练的周期。2月时间比较短，我都不知道今年2月有没有多一天，反正还有1-2天的时间吧。到现在这个月应该只跑了410多公里，因为有这一个比赛，差不多减量将近10天。春节的时候影响了一些，但是不多。春节那10天可能跟我平常的训练比少跑了几十公里的样子。我的表告诉我还需要1.2天才能完全恢复。那天跑完以后，比赛完以后，我的表告诉我需要2.2天完全恢复，加上这2天有训练。另外，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，聊聊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赛道上的这些事儿。详细的我会出一期视频，因为我发现我跑着跟大家聊我记不住，我还想做数据什么的给大家看看。然后这边天气也开始暖起来了，别看今天我出发的时候只有3度，因为是有比较大的风，还在掉小雪花，但是确实不是冬天那些感觉了，可能全国各地也都开始暖起来了。马上就是赛季了，国内的赛季大部分就是3月和4月。3月比赛的小伙伴们，无锡马拉松，还有哪儿？重庆吗？还是哪儿？我又记不到了，抱歉啊。就这几个马拉松，还有要跑石家庄什么的，都努力备赛吧，努力备赛。我会尽快出一个完整的视频，分享我这赛前2周比赛的这些经历和经验，也给大家一个参考，抛砖引玉吧，好吗？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，一起加油干，咱们应该明天还能见。好，明儿见。